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人迟早都要死去，那人活着为什么？我要赚钱，然后潇洒人生。我要读书，做一个智慧的人，可以名垂千古。我要尝尽人间美食，不浪费人生，来世上走一遭。我每天都在享受阳光、空气、溪流、虫鸣鸟叫。当然，答案还有很多很多。人迟早要死去，那人为什么要活着？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？你想知道答案吗？那我直接告诉你，人活着没有意义，或者是说人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。活着就是意义。那么多人活得好苦，算什么意义？难道一辈子就是为了吃苦而来的吗？太可怕了，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。人活着就好了，别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人生就是一个过程，到头来什么都不属于你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，空空两手来，空空两手去，仅此而已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，在非洲大草原上有头狮子，天天练习奔跑，为了追赶猎物，填饱肚子。有头羚羊天天练习奔跑，为了躲避追捕，保护生命。有一天，羚羊遇到了狮子，一个拼命追，一个拼命跑，最后羚羊成功逃脱，狮子泱泱而归。如此强大的动物，居然没有跑过一头羚羊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当你的生命受到迫害的时候，跑得比任何时候都快。羚羊的奔跑就是为了让自己活着，因为奔跑才有意义。其实一个人只要活着，想要的都可能拥有，失去了生命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握时间，活得开心一点，洒脱一点，从容一点。也许你奔跑了很多年，还是一无所获，甚至一直苦不堪言，但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活着就是希望。你奔跑了，即便没有跑过别人，但尽力了也就问心无愧。人生路上别对自己太苛刻，总要看到自己的努力。一个人真正的成功，不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，而是超越了自我。当你接受活着就是意义，才可以毫不犹豫地奔跑，没有什么心理负担，可以轻装上阵。哪怕一辈子是一个普通人，依旧可以过得阳光灿烂。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成功的定义也不一样。别以为谁的幸福就比谁的多，摆正了心态都一样，一半是幸福，一半是苦难，关键是看你盯着哪一边看。要知道蝼蚁尚且偷生，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一辈子除了生死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所以以后的日子别管有什么意义，好好活下去，怎么开心怎么活。人活着有什么意义？为了赚很多很多的钱，还是为了有地位，还是为了看看世界的风景？带着这样的问题，我思考了很久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听到一个故事，一个白人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逛公园，正在玩得起劲的时候，跑过来一个黑人孩子。很多孩子见状都觉得很讨厌，都不和黑人孩子玩。这时候白人妈妈的孩子歪着头问，为什么会有黑人？白人妈妈说，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，是为了相爱。于是乎，黑人孩子在公园里有了新朋友。我们不一样，是为了爱。我们活着不也是为了爱吗？爱自己，爱别人，爱山山水水，爱一个人的优点缺点，爱挑战困难，爱生命，爱过去和未来。小区里有一个残疾孩子，20多岁了，但还不会说话，眼睛永远是斜斜地看着别人，头也歪着。
但他并没有感觉到很痛苦，因为他的身边永远都有母亲的陪伴。世上最伟大的人是母亲，只要母亲在，孩子永远都会感觉快乐。即便你长大了，或者是50、60岁了，在母亲的眼里，你依旧是个孩子。世上真正对你好的人没有几个，也许只有父母对你的爱是最无私的，不需要任何的回报。当你出远门的时候，父母的心都在牵挂你所在的城市，每天都看着你那边的天气情况，注意你所在的城市发生了什么大事。记得有一次我到武汉出差，在那边待了10多天，中途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说武汉有交通事故发生，是不是我也知道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。这时候才听到母亲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其实她真的担心我的安全状况。母亲的心意我懂，父母的爱是支持我们成长的力量，是最无私的。当父母老去，我们成了孤儿，活着总感觉缺少了什么。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相信这句歌词大家都不陌生，这是我们对别人的关爱，是传递爱心，是温暖和感动社会。遇见老人过马路，你伸出热情的手，牵着他就安全了。有人跌倒，你扶一把，也就帮助别人重新站起来了。你也不会感觉于心不安。你有钱了，拿出一部分给需要的人，你就幸福了。有时间的时候去帮助别人干活，挥汗如雨也是幸福。也许你什么都不知道做，也没有钱，但你有微笑。微笑是最廉价的爱，你的笑容会感染别人，也会得到别人的微笑，温暖自己的心。记得有一个儿童故事，说一只蚂蚁慢悠悠地爬过草地，看到一只青蛙，但青蛙没有说你好，蚂蚁也没有说你好。后来青蛙和蚂蚁都觉得不开心，在遇到小马、小牛、小鱼、小狗的时候都没有打招呼，脸上写着闷闷不乐。后来小狗问青蛙，你为什么不开心？青蛙说，因为今天蚂蚁没有说你好，他以前都会说。小狗很快找到蚂蚁说，青蛙在等你说你好，你愿意吗？最后青蛙收到了蚂蚁的你好，大家都互相收到了你好，笑声一片，都开心了。其实我们都要积极对别人说你好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这样的爱是在化解矛盾，是让社会变得和谐，人活着才有意义。小区的宣传栏里有一个好人榜，里面有一个好人故事，这是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。女人花花才40多岁，但已经白发苍苍。这些年她一个人照顾孩子，还要照顾患病的丈夫，忙里忙外让她未老先衰。丈夫得的病一辈子都不会好，只能躺着度过余生。很多人都劝花花另外找一个男人算了，但花花摇头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为丈夫做饭、翻身、喂饭，这样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煎熬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。这就是爱的力量，是夫妻的感情，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家庭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的观念在女人的心里扎根了，与其说是传统的思想，不如说是爱的信念。男人遇到这样的女人应该珍惜一辈子。少年夫妻老来伴，这是老年人的爱，即便是黄昏恋，依旧是值得我们尊重的爱。很多人因为老伴先走了，自己变得孤苦无依，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生命。人活着，只要心中有爱，活着才有意义，才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。人生苦短，如果没有了爱，那么很多的时间都是多余的，感觉失去了人生方向。其实人生哪有什么高大上的意义？男人最大的成功不是事业取得了多大成绩，而是娶了一个好妻子。女人最大的成功不是长得有多美，
也不是赚很多钱，而是儿女孝顺，丈夫疼爱。当你老了，身边有人陪伴就是幸福。年轻的时候有父母牵挂，有人爱你如命就是幸福。一个人或许只是为了一个字，爱。爱自己，爱别人，被人爱。人生是一本厚重的书，自己是书里的主角，故事是自己写的，成功失败都是自己的成就。如果你把写书的人换成别人，别人不懂你，没有和你一模一样的经历，怎么写你都不会满意。别人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。什么是真实？就是你看到什么，想到什么，说什么都是有感而发。不要因为别人的思想而左右自己。和你在一起的人相处舒服，不要互相折磨。你可以做自己，不要掩饰什么，也不要在乎别人的眼色，自己开心就好。我们活着很累，最多是心累。那我们有多少日子是为自己而活？为了孩子，为了工作，为了父母，为了朋友，你的心中就没有自己。你到底是薄待了自己。当代女作家冰心曾经在一本书中写道：青年人，信你自己吧，只有你自己是真实的，也只有你能创造你自己。如果你弄丢了真实的自己，你创造任何东西都是别人的影子，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一个不真实的人慢慢会陷入迷茫的状态，虽然也在努力工作，但怎么努力都像是在旋转木马上，转得头晕了，其实你还在原地，前后左右走了不到10米的距离。但丁说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吧。从今往后真实的活着，不缺任何人，也不在乎合群不合群，总能在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发出不一样的光芒，让别人无话可说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收藏或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